这是一只没有修复价值的破绽，但我还是把它修了。脊椎窑出土了那么多的残器，你知道一般都是怎么修的吗？这里不是医院，却也有让器物慢慢恢复的节奏。这只茶盏破损多年，我想试着让它重新完整。这个残盏是我从标本库拿出来的，釉面虽已失光，几乎呈现木质感，但那流动的纹理还是让我舍不得放手。器物的碎片之间无法完全对接，为了让它稳定，我先用小竹签做了加固，再慢慢往脆弱的地方填补。修补这种老器要特别小心，因为釉面早已土石脆弱，胎体也粗松。选择合适的材料，是为了让这段历史不再因为修复而被再次伤害。现在，支架可以拆除了。加固干燥后，现在的器物看起来终于比较稳定，但这么大的缺口，该怎么填呢？我们需要先复制那些有完整线条的区域，把它贴到缺失的地方。我先用红蜡片来试试小缺口，加热、按压就能取得形状。从小面积开始，逐步扩大修复的可能性。第一次填补后，总会有些细小的凹陷，还得继续修正。补完小缺口后，我换了低温可塑性材料来复制更大的范围。担心脱模时的拉扯会伤害脆弱的釉面，我先用胶带隔离，再贴膜填补。这种材料可重复使用，加热后透明可塑，冷却就会变硬。
填补完成了，但表面还不够平整，得再调整一下。等材料干燥后，把不平的地方磨平，预留一层厚度，用来作釉。这样差不多可以开始做色了。先调褐色底釉，为接下来的叠色打底。从小缺口开始试色，根据器物的特性选媒材，再配上矿物粉，一层一层慢慢做色。你看，缺失的地方好像真的长回来了，效果还不错，那就继续补齐其他部分。这光泽跟原来的器物不匹配，没关系，加一点消光材料就能让光泽更接近老釉的质感。这些细致的凸好线条，在古代是怎么烧出来的呢？当然不是画出来的。至于烧制工艺，我们以后可以另外聊聊。疗愈的时刻来了。你看到蓝毫上这些黄斑了吗？那是长期吐食留下的痕迹，是这只茶盏埋藏年代的证明。
继续处理釉面的层次与口沿边缘，让颜色更自然一些。这次的修复偏向展览呈现，不干涉原釉面，也不刻意过度。我想，修到这里就刚刚好，不多不少，保留它曾经破损的模样。另一面选择不上色，也让修补痕迹清楚可见。你会怎么选？补完它，还是就停在这里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